低画质、粗糙、模糊、曝光过度。这些过往被视为不够精致的相片，如今逐渐成为了个性化跟时髦的象征。由老式的数位相机所营造出来的风格呢，正全面的席卷抖音跟 Instagram。Kylie Jenner、Bella Hadid、Lisa、Jennie 等人的 Instagram 中呢，都可以发现一些看起来旧旧的照片，穿插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工作照和形象照里。当然，究竟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拍出超有感觉的底片照呢？而印象中啊，似乎快要被时代给淘汰的底片相机，为什么又逆势而起了呢？而你知道吗？在相机界呢，其实也有一位贾伯斯的存在。钱没有不见，你有你的选择权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西呀，嗨！低迷了10年的相机市场呢，在2022年迎来了谷底反弹。日本富士底片公司呢，靠着底片相机的销量站上了相机市占率的第2名，是富士底片公司快20年来最好的成绩。而除了老牌的大厂迎来了业绩的成长，热爱拍照的澳洲女大神 Madison 自制研发了底片相机创业，靠着贩卖她自制的底片相机和收购复古底片机，只花了1年的时间，她就帮自己赚进了6400万台币。PC Home 的跨年必买清单 Top 5中呢，榜首就是底片相机，热搜的年成长率突破了2倍。而在抖音上呢，有关底片相机的标签浏览量更是高达了1.9亿次。明明手机的拍照画质更好，也可以随意的调色，为什么底片相机还是流行起来了呢？15年前呢，有照相功能的手机刚推出，大家还记得吗 ？Sony Ericsson 30万画素的手机，天哪，那个就是那个时代最潮的代表。但是呢，对于Z世代而言，他们自从有意识以来，手机就是要可以拍照的。而现在更是人手一只高画质的智慧型手机，拥有一台底片相机才是与众不同的最新潮流。手机的画质越来越好，连皮肤的毛孔都可以清晰可见。但是大家的画质都很好，很清晰，又怎么样？就是少了温度啊，就是没有感觉啊，照片就是没有感情啊，画面就是不会说话啊，就是没有故事啊。一台拍立得或是底片相机会让你想到什么呢？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漫步在午后巷弄及光影之间。没错，底片相机呢，代表的是一种生活风格，也是怀念淳朴的年代，追求简单的步调，还有享受慢活人生的人设代表。人像该怎么拍呢？我们整理了明星的同款拍法，不要想太多，跟着拍就对了。首先呢，如果你有相机的爱好同好，朋友间怎么互拍呢？像是 Blackpink 的 Jennie 跟 Rosé、Lisa 都是底片相机的爱好者。Jennie 甚至还开了一个 IG 账号来放自己的底片相机照，上面呢也常常可以看到她拍下了其他团员的身影。Lisa 的摄影风格明亮又温暖，一张张照片看似不经意的抓拍，就是记录朋友相处瞬间最好的方式。被拍的人呢，表情自然放松，但是拍出来还是会有强大的氛围感。另一个也是 Lisa 常用的手法，因为底片相机的感光元件不同，在户外的光影环境下，不刻意的修正明暗的对比，让光线自然的创造出特别的效果。例如像这张挡住夕阳，露出被拍摄的人物轮廓，或者是人物站在阴影的交接处，让相机给自己一个惊喜吧。第二个呢，是我们发现非常多的明星都很喜欢这样子拍，就是镜子反射。想要和自己的相机一起入镜，除了2个好朋友互相拍对方拿着相机的样子之外呢，也可以像 Rosé 还有 Lisa 这样找一面镜子自拍，也可以同时捕捉到自己和相机的画面。虽然自己常常被拍，但是 Kendall Jenner 呢，其实非常喜欢拍照，而且她的技术媲美专业的摄影师，常常捕捉妹妹 Kylie Jenner 和朋友们的身影。在黑暗的地方开启闪光灯呢，是所有底片相机爱好者都喜欢的拍法。同样的呢，被拍的人只要自然放松，或者是随着灯下的氛围流露出自然的样子，就是一张最好的派对回忆照啦。Bella Hadid 和 Jennie 的这2张照片呢，展现出了不同的复古色调，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？除了相机的原厂不同特性外呢，更换单眼底片相机的滤镜就可以办到了哦。
但是呢，毕竟实体的滤镜和手机的模拟滤镜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，可以先从自己想要的色调去挑选，例如暖色或者是冷色。入手之后，再从相机去调校，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。而除了换滤镜之外啊，现在呢，竟然还有用拍立得相机连到手机里调色再印出来。唉，就算是复古相机呢，也是跟上了科技的脚步呢。既然我们要追求复古，当然不能不知道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的故事咯。第一张照片啊，要追溯到快要200年前，法国人聂普斯拍摄了人类史上第一张存在于世界上的照片，叫做窗外风景。这张照片呢，曝光时间超长，足足要8个小时才获得了这张照片。而在经过了不断改良，终于在1839年发布了达盖尔摄影术，人类的摄影史直到这个时候才正式开始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要拍摄一张照片还是非常浩大的工程。出门拍照呢，你要带着遮光帐篷、化学药品、玻璃片、笨重的支架以及一壶水。这所有东西呢，你要拉一辆马车来装。想当然啊，摄影在这个时候只是一门只有少数人从事的技术活，一直到柯达公司发明了第一台合适相机，摄影师拍完之后呢，再把底片寄回柯达的工厂冲洗。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哦，大家知道为什么柯达要叫做柯达吗？其实是因为柯达很像快门按下去的声音，就像婴儿牙牙学语的时候的那种直觉的反应，大家觉得像吗？柯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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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柯达。而直到了1900年，柯达推出了售价1美元的合适相机。从此之后，照相成为了你我等大众都可以进行的活动。后来啊，连续几项的产品推出都大获成功，因此啊，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呢，柯达就是摄影的代名词，更成为了1967年全美市值第3高的公司，占据了90% 的胶卷和85% 的相机市占率，几乎垄断了整个相机和胶卷的市场。在柯达巨大的光环之下呢，有一间同样致力于摄影技术的小公司逆势而起。宝丽来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即时成像的相机宝丽来95，拍照之后呢，只要1分多钟就可以成像显影，就是现在大家所知的拍立得的老祖先。其实啊，一开始柯达并没有把宝丽来放在眼里，还为宝丽来生产了他们的胶卷。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宝丽来接连推出了新品项，这种即拍即分享的摄影模式呢，深受大众的喜爱，逼得柯达公司呢不得不也推出了自己的拍立得相机。但是啊，面对敌人压倒式的这个规模跟财力，宝丽来手上最强大的武器呢，就是智慧财产权。手握多项即时成像专利的宝丽来展开了和柯达的专利权大战。这场诉讼呢持续了10年，最后宝丽来打赢了柯达，并让柯达赔偿了超过9亿美金后，永远的退出了拍立得的市场。这时的宝丽来啊，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就像是可口可乐这样有代表性的地位。但是究竟宝丽来有什么能耐可以打败规模大了10倍的柯达呢？这个呢，我们还得要说到宝丽来的发明人埃德温·兰德。正所谓呢，创新都是始于人性。拍立得的诞生，就是因为兰德3岁的女儿想要马上看度假时的照片，于是兰德就发明了立即成像技术，也就是拍立得。当时的人呢，第一次看到拍立得的感觉，就像是现代人在2007年第一次看到 iPhone。与其说它是相机，不如说它是个魔法盒子，或者呢，它是一件奢侈品。兰德有一次遇到贾伯斯时呢，就对他说：“我脑中一直都能很真实的看到宝丽来相机应该有的样子，就像我创造它之前，它就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了。”贾伯斯呢，则回他说：“我在研发麦金塔电脑时也是这样。”但这2位创造划时代发明的人，最终都因为过度的投入资金在研发新的产品，被自己创办的公司给踢了出去。而宝丽来呢，在失去了这一位着重于创新的创始人之后，就一直没有让人惊艳的新产品诞生，最终在2001年宣告破产，经营权和销售权也转移出去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柯达和宝丽来，我只能说柯达让摄影平民化，
宝丽来呢，则是让摄影即时化和分享化，而这刚好也是21世纪社群媒体讲求即时与分享最早的概念。因此 ，IG 一开始推出时 ，logo 呢便是采用宝丽来相机的意象。想必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都已经被我烧到了吧？尤其呢是在每一次相聚的日子，像是跨年、新年、情人节、圣诞节前。拍卖网站上面拍立得的搜寻热度就会大幅的飙升，甚至有人说啊，现在最有温度的礼物就是一张拍立得相片，不但可以留下值得纪念的时刻，还可以手写文字表达心里的话。如果新手想要入手拍立得，最多人的选择呢，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Fuji 富士。除了有多种不同的颜色，连底片的外框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，预算大约3000元，而且操作没有什么困难度，只要对着视窗按下快门，就可以马上获得一张美照了。如果你的预算拉到5000元，拍立得的死对头柯达也出了 Mini Shot。但是呢，柯达用的技术更像是墨水打印，还可以连上手机做修图、调色、确认之后再把它给印出来。不只有拍立得，底片相机呢，也是很多人展现自己风格或是生活态度的媒介。但是到底应该要怎么选呢？除了相机界专业大神们的推荐，大家也不妨来看看明星们的同款相机是哪台吧。Jennie 和水原希子用的都是这一台，这是目前稍微高端一点的底片相机中人气最高的一款。如果觉得 T2 太贵，那不妨就入手这台跟许光汉同款的相机，号称可以跟 T2 媲美。接下来呢，这台充满着粉红色的泡泡，因为国民初恋秀智和 Lisa 都是用这一款啦。T4 呢是稍微高端的傻瓜相机，已经在市面上非常少见了。而你如果没有太多的预算，或者是不确定自己到底会不会3分钟热度，可以先买一台抛弃式的相机来试试手感，只要1000元左右就可以包办从相机到冲洗咯。而目前最当红的呢，当然就是富士的即可拍和柯达的 M35底片相机。很多人呢也会选择在旅行前就先入手一台抛弃式的底片相机，记录旅途的风景。科技日新月异，在快速演进的过程中，底片相机带来的温度与缓慢沉浸的时刻更显得珍贵。原本大家都以为底片相机会随着时代消失，但是近年更默默兴起了底片冲印、二手相机和底片相机使用教学的产业。人们想要追求的不再只有清晰精准，在按下快门时，更想要凸显的是照片的情境和温度。不光是图一个记录，更多的是想要保留当下的感觉。你有在使用底片相机吗？有没有什么样的拍摄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？而如果想要看其他的内容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去年的news，我是西西亚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团哦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